此刻的福寿堂里，太太，三小姐回去了，讨债的鬼来讨债了。太太，咱们这么避着，会不会急什么？先看看行宫里的动静再说。如今王公公忙着安王世子的事情还来不及呢，怕是没工夫为高氏嫁妆的事再跑一趟吧。能赖一天是一天，等赖到京里的人走了，这嫁妆不就不用还了吗？太太，万一这王公公来了呢？那也不怕，东西不都备齐了吗？先挪过去再说。挪过去？邵姨娘大吃一惊，心里却立刻明白过来，老爷太太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。午时，谢府两房正在房里用餐，就听到王公公入府的消息。谢玉渊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调羹喝汤，他赢了。谢玉渊没有动，就安静地等在青草堂。不过片刻时间，高氏的嫁妆就一箩筐一箩筐地送了进来。这时他才不紧不慢地起身走到院子里。罗妈妈对着嫁妆单子点点。罗妈妈一得令，从怀里掏出单子，带着4个大丫鬟一件一件点。谢总管走上前，三小姐，这是8万两银子，您收好。谢玉渊看着手里的银票，青儿，去扶二奶奶出来。阳光下，高氏款款而出，走到檐下静静出神。娘，咱们高府里竟然有这么多的宝贝，都是给我的。不给你还能给谁？你记住了，嫁妆就是一个女人在夫家的底气，嫁妆越足，底气越足，谁也不敢小瞧了你。咱们高家比谢家的门第高出那么多，他们敢小瞧？小瞧我就不嫁。真是个傻孩子呀，你说不嫁就不嫁，这门亲事是你爹和哥哥亲自帮你挑的。可是我不想嫁那么远。远了好啊，远了安全。高氏缓缓闭上双目，将眼底最后的一点泪水逼进了眼眶。谢玉渊一看母亲闭眼，就知道这一院子的嫁妆让他触景生情。王公公在谢府众人的簇拥下，就在此刻来访。一看到高氏，他眼睛骤然睁大，这眉眼，这神态，刚刚的一瞬间，他似乎看到高贵妃活着的样子。谢玉渊见王公公亲自来，没等丫鬟递来蒲团，他便跪下去，多谢公公恩典。三小姐，这可不是奴才的恩典，这是皇上的恩典。谢玉渊眸光一闪，朝着京城的方向磕了3个头。谢皇上恩典，我们母女愿意捐出所有嫁妆，为边关将士添衣添粮，请公公成全。话音一落，四周发出一声声倒抽凉气的声音。谢二爷心里那个肉痛啊！本来他和二老已经商量好了，先把嫁妆备齐了，装模作样还给高氏，等将来寻到机会再拿回来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那高氏母女竟然把所有的嫁妆都捐了出去。谢玉渊缓缓抬起头，面上半点不舍都没有。其余无罪，怀璧有罪。就算有了罗妈妈这样的忠仆，他们娘俩现在在谢家还是没有自保的能力。这些嫁妆放到手里，无疑是遭人惦记。与其因为这些死物把命丢了，倒不如捐出去。一来是把烫手山芋扔出去，二来也是想让京中的那一位瞧瞧，高家的女人是识大体，是感恩的。只有让那一位瞧见了，他才会在心里又惦记一层，而只有他惦记着，谢家才不敢轻举妄动，他们娘俩才能活得更长久一些。王公公混后宫圈，什么样的事儿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，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这里头的深意。三小姐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，您还真舍得？王公公，将士保家卫国，才有我和娘的锦衣玉食，这钱捐给他们，只有值得，没有舍不得。三小姐，奴才定将这话一字不漏地传给皇上听。谢公公。王公公转过身，目光冷冷扫过谢府众人。谢二爷，下官在，你亏得生了这么个女儿。是，姑姑说的是。一旁的谢太太更是摇摇欲坠，她怎么能想到的？来人呐，把东西抬回行宫。是。
王公公一撩衣袍，走到屋檐下的高氏面前，微微欠了欠身后，大步离去。谢府众人一看，个个身体明显巨震。天哪！王公公对着谢二爷连个笑都没有，却当着所有人的面和高氏行了礼，这无疑就是在警告谢家人：你们给我长点眼。时间一点一点逝去，漫长的如同永远尽头，直到沐风吹来，青草堂的院子里才算真正的空荡下来。谢玉渊从头到尾站在檐下，看完了嫁妆搬走的全过程。小姐，亏你还笑得出来。妈妈，不笑难道哭？真正该哭的人是他们，可奴婢还是舍不得。这些个东西可都是高价的呀，将来留到小姐出嫁多好。谢玉渊微微一叹，舍得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世人都说钱财重要，命没了，再多的钱财也是过眼云烟。要想活得久一点，就得看透啊。顾氏一回房就往那榻上一倒，掐我一下，快！大奶奶，别掐了，那些嫁妆是真的被抬出了谢府，东西银子加起来足足有20万两银子，就这么没了，就这么没了。我活了半辈子，也算见过世面的，这天下哪有不喜欢银子的人？你说好好的，他这是为什么呀？也许三小姐是觉得这东西反正也真的到不了他手上啊。从前只觉得这孩子是个豁得出去的，又有几分机灵，如今看来，这孩子倒是个有大格局、大智慧、大远见的人。这一下，他们母女才算是在谢家真正站稳了脚跟。即便有人想动，也得掂量掂量自己头上有几个脑袋。顾氏有些意外地看着他，皇上为了他们母女，大老远的特意派了内侍来，这已经是极为难得的了。回头又见内侍带回了嫁妆，大奶奶，你好好想想，皇上这心里是什么滋味？什么滋味？这满天下的皇亲国戚、王孙贵族，还没有一个比得上这对母女俩。你说皇上这心里头会不惦记着吗？谢家就算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再想动他们母女，也得掂量掂量分量。依他看，谢家不仅不敢动，还得好好的对待他们，一根针一根线都不敢少。唉，原来以为谢府的4个姑娘里头，玉清性子沉稳，知书达理，玉狐为人谦逊，品性出众，比那二房2个不知道出众多少倍。二房那个只会卖乖讨巧，另一个又是从小没娘教养的，大字不识几个。哪曾想那丫头小年纪就……哎，大奶奶，这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。顾氏深以为然的点点头，那丫头身上流着一半高家人的血，咱们以后啊，多和那丫头亲近些。依我看人的眼光来看，那丫头的富贵还在后头呢。大奶奶和我想一块儿去了，就不知道少姨娘心里头这会儿是个什么滋味。少姨娘心里头这会儿是个什么滋味？哼，都想拿刀子往脖子上抹上一抹了，那滋味能不好吗？这一回她是真真正正觉得自己的年纪活到了狗身上，银子什么的没了，可以再挣再存，只要自家男人在官位上，那些东西总有一天能回来，他再心疼也不怕的。而如今他却感觉到了怕，只要宫里的那位活着一天，自己就得在姨娘的位上多待一天，绝无可能翻身之计。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在于那份人人眼红的嫁妆。李景业此刻已经坐往了苏州府的大船，他手里拿着一本账册，旁边站着几个官员。李景业合上账册，起身走到甲板上，吹了一会儿冷风，转身，压紧的瞳孔深处闪烁着寒光，死死地压在为首的李知府身上。李知府的呼吸一下子重了起来。李知府，你不老实啊！王爷，下官在扬州任期4年，从来都是兢兢业业，不敢……李景业摆摆手，一旁的乱山从怀里掏出一份账册，
翻开来呈在李知府面前。这才是运河河宫真正的账本，这位祖宗他是怎么拿到的？李知府，谁知轻则无虞，朝廷拨款1万两，你贪个1000两，看在你辛辛苦苦的份上，上头不会派本王来查。你倒好，1万两的拨款你贪8000两，当真这银子是朝廷白送给你花的吗？王爷，我冤枉呐！这银子你拿了，上面的人也拿了，你拿小头，上面拿大头，你小罪，上面大罪，你觉得冤？李知府被噎得哑口无言，他心里正是如此想的。李知府，本王和你无冤无仇，检察河宫也是奉了父皇的命令，本王第一次出门办差，事是一定要办的，人也是一定要拿的，不管你是冤不冤。但这事怎么办，办到什么程度，本王还是能做一点主的，就看李知府你会不会做人了。你好好想想吧。来人，送李知府回仓，好生照顾着。是。2个侍卫像条死狗一样把李知府架走，旗下的几个吓得瑟瑟发抖。你们几个也好好想想该怎么做，想好了章程再来找本王。李景业的五官在雾气中宛若一幅水墨画似的。来江南之前，那人对他说：木知朝廷之重，北为兵，南为财，南方富庶，世家望族林立，这些大族最不缺的就是钱。皇上生性奢侈，这些年几下江南，早就把国库那点家当折腾得差不多了。再加上去年西北旱灾，今年东南水灾，银子见底了，所以你这一趟是要给皇帝实实在在弄银子回来的，顺便安插进自己的人。李景业无声地笑了，一个扬州知府家抄下来，近几10万两银子是要有的，可惜远远不够。既然不够，那就不妨动静再大点。爷，世子爷的消息来了。怎样？世子爷说三小姐把她娘的嫁妆都捐了。什么？李景业骤然僵住，半晌黑沉沉的眼珠盯着乱山，像是对他说话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他倒是舍得。你倒是真舍得啊，谢玉安。能不能考虑捐给我呀？我最近挺缺银子的。你不仅缺银子，还缺心眼儿。我娘没有第2份嫁妆了。你个败家女！世子爷，我小师傅去了哪里？哟，光惦记着你的小师傅了，也不问问我足排的怎么样了啊？夜里能不能睡着觉，吃不吃得下饭？世子爷，你吃不吃得下饭啊？虚情假意。世子爷，我有些不太明白，你怎么就成了小师傅的好友？一个性子沉闷冰冷，一个性子活泼跳脱，完全是南辕北辙。我眼瞎。我小师傅也瞎得厉害。谢玉安。哎，世子爷，您还在刑侦，不能运气，要心平气和。若没事，我先走了，还有4天，后面4天的刑侦会比前3天难受一些。你吃好喝好休息好。说完，他走到青山面前。聊什么？聊我小师傅吗？哎呀，聊那木头做什么？咱们可以聊你今年多大了，在谢府有没有被人欺负，要不要本世子帮你出个头啊？本世子要是帮你出头，你打算怎么谢我呀？青山，我们走吧。翌日，扬州府李知府家被抄，超出白银整整35万两，黄金2万两。紧接着又隔一日，江都知州府、宝应抚州府、秦州知州府同一日被抄。江南官场顿像被掀起了5级地震，众人这才明白，原来安王世子亲临江南，并不是来游山玩水、玩扬州瘦马的，而是来抄家的。我的个亲娘哎，江南可是平王的地盘，难道说皇上最近看平王不太顺眼，想敲打敲打？外头的风声鹤鸣和谢玉渊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他依旧翻看着医书过日子。此后的3天，谢玉渊去行宫行侦，始终没有见到过李景业，也越发的肯定了他心里的猜测，李景业不想和他产生瓜葛。
从心怀期待到平静，谢玉渊只用了1天的时间。自此后，他便再也没有问过苏长山小师傅的去处。人嘛，得要有自知之明。他的小师傅仅限于孙家庄，除了孙家庄，那人只是安王。苏长山也一改头2日油嘴滑舌的调调，一下子变得深沉起来。谢玉渊猜想，除了刑侦时的痛苦加深了以外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江南官场的这场巨大无比的地震。最后1日，谢玉渊落下最后一针后，朝苏长山行了个礼，便离开了那间充斥着草药味的屋子。等苏长山回过神的时候，房里已经空空荡荡，连个人影都没了。奇怪，跑这么快，难道本世子长了一副吃人的样子？谢玉渊回到房间，累得倒头就睡。睡到半夜的时候，突然空气中有什么东西凝滞，原本还在熟睡中的谢玉渊惊得从床上直坐起来。是我病了，脸色那么难看。2人对视少顷，谢玉渊终于让一颗心回归原位。李景业赶紧别开目光，咳嗽一声。不知怎的，眼前的场景让他有点不自在。那个，麻烦回避一下，我先穿件衣服。李景业转过身体，小姐，你是要喝茶吗？我已经喝过了，你睡吧。你把我的侍女都给惊醒了。谢玉渊小嘴还没来得及嘟起，一只温热的大手扶住了他的手臂，另一只手超过他的柳腰，轻轻一带，像腾云驾雾一样。回过神时，他已坐在屋顶的青瓦上。故人重逢，多半是以沉默开头。你晚饭吃了吗？吃了，1碗山药粥，几个小菜，起色点心，吃得挺饱。你呢？我还饿着肚子。像是为了印证他说的不是假话，肚子恰到好处的咕噜咕噜2声。知道我是谁了？不是很确定。我就是安王。谢玉渊默不作声地保持了安静。安王2个字就像一把匕首，在他和他中间划下一刀。这一刀下去，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王爷，一个是养在深闺名声并不太好的小姐，2人之间泾渭分明。在谢家过得还好吗？托安王的福，挺好的。你师父一直挺惦记着你的。多谢师父惦记，祝他老人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李景业没有想到谢玉渊会说出这样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。你师父今年30有5，并不老。长得确实太着急了点儿，那就祝他身体安康，万事如意。有什么想问的问吧，别憋着。安王的毒都去了吗？李景业没有说话，伸出手示意他自己扶一下脉。谢玉渊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给安王扶脉呀。看安王面色红润，神清气爽的模样，一定是无恙的。李景业目光凉了下来，很固执地把手往前送了几寸。谢玉渊用了点力气，才强迫自己把3根手指搭上去。这一搭，他的眉心便皱了起来。原来安王看着面色红润，实际上是个绣花枕头一草包啊！这脉象还不如在孙家庄的时候呢。就像你不想回到谢家一样，那个地方也不是我想回的。谢玉渊听完，死死地咬住了牙关，整个人紧绷如将断之弦。他在谢家如履薄冰，他在京城战战兢兢，都是在搏命，谁也没有比谁更轻松一点。王爷大人，你要保重啊！李景业眯了眯眼睛，直直地躺倒在屋顶上。谢玉渊，你看过大漠的苍穹吗？谢玉渊迟疑了下，摇摇头，然后学着他的样子往后一仰。以闺中的教养来看，在男子面前做躺下这个动作，简直就是犯了大忌。谭先生要是知道了，定会骂他不知廉耻。夜暗得没有半点光芒，一点看头都没有。大漠的夜，星空亮得仿佛就在你眼前，一伸手，你就可以摘到它们。那应该很美，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，只有亲眼见过的人才会明白那种壮观。你见过？若有机会，你可以去看看。谢玉渊慢慢坐起来，目光向李景业看过去。李景业眼底渐渐浮起一线悲凉，他也跟着坐了起来。
多谢你帮苏长生剧毒，明天我便离开扬州府了。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做的吗？有一件事，还真的需要王爷帮忙。说吧。帮忙，照顾好自己。猝不及防的要求，让李景业的身体狠狠一震。夜深了，麻烦王爷送我回房，明日我就不送了。祝王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李景业磐石般坚硬的面部轮廓终于动了动，他的嘴角往上勾了勾。一觉醒来，安王与世子押着罪臣离开江南的消息已经人尽皆知。又过了几日，京中便有旨意到，新一任扬州城知府终于露出了真容。此后，江都知州、宝应府州、秦州知州相继有了继任者，江南地盘的官场顺利地完成了新旧交叠。连日来被高气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谢府，终于开始有了一丝丝活力。活力来源于谢二爷的上升。邵姨娘脑子异常清醒，男人入京做官，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上任吧？高氏是个疯的，二爷绝不可能带他。那个许姨娘一股子小家气，上不了台面，二爷也不会带。算来算去，自己这个曾经的二奶奶才是最佳人选，最好把一对双生子也带上京。京里的读书人多，儿子既能结交些上进的人，还能促进他奋进，一举两得。最重要的是，四姐儿的婚嫁也能多点选择，不像在扬州府扒拉来扒拉去，也就那么几个世家。邵姨娘心里这么一盘算，立刻就到谢太太跟前探口风。谢太太这几天也在忧心这事儿，这边丫鬟刚通报说邵姨娘来了，那头谢太太就赶紧把人请进来。就在姨婶两个挨着头商量的时候，罗妈妈一本正经地问道：小姐，二爷要上任了，咱们这头心里得有个章程啊。什么章程？他肯定是要带着邵姨娘和那对双生子入京的，咱们正好乐得清静，也不用防着谁来害我们。小姐就不想进京？进京做什么？小姐才是这府里正经的嫡出，哪有说把嫡出留下，带着庶子庶女和姨娘上任的？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。罗妈妈，你跟谢夫人讲道理啊，讲得通吗？可是罗妈妈这么想回京城，可是因为高家。小姐啊，二奶奶自从出嫁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京城，奴婢就想着有生之年带二奶奶回去再看看。妈妈，高家还在吗？是啊，连高家都不在了，二奶奶回去还有什么意思？要是大爷他们还在。妈妈，你若想带我娘去看看，那我一定想办法达成你的心愿。小姐说得对，高家不在了，还要回去干什么？罢了，是奴婢魔怔了。妈妈，闲了给我说说高家吧。小姐当真要听？想听，那奴婢就……小姐，四小姐来了。片刻后，谢玉梅高昂着脖颈走进来。三姐姐，这么好的日头，怎么也不去园子里走走？倒是想去走走的，但掐指一算，四妹要来，我就在房里等着了。哼，你居然算得出我要来，那就再算算我为何而来。哟，这我还真算不出来。那我就告诉你吧，父亲去京上任，带的人是我们这一房，你贵为嫡女又怎么样，还不是被扔下？那就恭喜邵姨娘，恭喜四妹妹了。你谢玉渊，其实做姨娘有什么关系？只要长辈喜欢，你娘就算是个正室，也一样只能缩在房里，见不得天日。四妹，就凭你这一句话，我这巴掌就应该扇上来。你敢不敢的，只凭我心情。我要是四妹啊，就偷着藏着乐，绝对不会大着嘴巴到处声张的，更不会跑到青草堂耀武扬威。毕竟去京城也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万一把我惹怒了，我再到福寿堂里去闹一闹，四妹你说老爷太太会让你跟着去吗？谢玉梅一听，吓得眼睛都不敢直视过去。再者说，入了京又怎样，还不是庶出的儿子，庶出的女儿。你恰好
此刻青儿端了盘糕点来。小姐，奴婢今日在花园里采了新鲜的花瓣，回来做了这些糕点，闻着清香扑鼻，小姐尝尝味道如何？倒是清香，四妹尝一块吧。谁要吃你的东西？恶心！啪！谢玉梅，我好心请你吃糕点，你不吃也就罢了，竟然还说恶心，这就是作为庶女的规矩。谢玉梅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，想哭也不敢哭，想走又不甘心走。给我捡起来，地上要有半点渣子，你休想跟着父亲去京城。你别忘了，这个京官是靠青草堂才有的，青草堂能让父亲升官，也能让他罢官，不信你试试。谢玉梅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10倍还之。谢玉梅齿背死死地咬住双唇，忍着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。她后悔了，后悔不应该跑到青草堂来，这简直就是自取其辱。福寿堂里，冬梅行色匆匆地走进来。太太，少姨娘，四小姐在房里摔东西，发脾气呢。什么？少姨娘忙站起来，连招呼都来不及打，便匆匆去了。冬梅，到底是出了什么事？冬梅忙凑上前，把青草堂里的事儿一五一十地道出。听罢，那丫头反了天了，竟然敢逼太太！是四小姐先寻上门的，三小姐心里怕是不舒服，这才拿四小姐出气。梅儿这孩子到底是什么？她给孙女留着颜面没有说出口，但冬梅又怎么能听不出来呢？到底是太蠢呐！跟着二爷进京这种好事，别人藏都来不及藏，偏他这个大嘴巴，这头耳朵刚刮进一点，那头就跑去炫耀，这不是上赶着跑去给三小姐羞辱吗？还是我太宠她，到底是害了她呀！唉，兴许四小姐跟着去京里后会好些。谢太太心里莫名一动，少氏出身扬州城小门小户，读书见识有限，就算好又能好到哪里去？少姨娘一进院子，就听得女儿房里传出2声碎响。谢玉梅见到生母扑进她怀里，忍不住放声痛哭，只把那少姨娘哭的是肝肠寸断。哭声渐渐转弱，丫鬟有眼色的轻轻关上房门，留母女2人说话。谢玉梅这才把刚刚所受的委屈一一道出。少姨娘一听，七窍生烟，反手就给了女儿一记巴掌。姨娘，你打我，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？那小贱人要是使点坏，咱们还能跟你爹进京吗？这些年你怎么就长了个子，不长脑筋呢？谢玉梅捧着红肿的半边脸，讪讪不敢说话。你父亲的这个官是靠着二奶奶才得来的，你巴巴地跑到三小姐那头去炫耀，你不挨打谁挨打？姨娘，我只是想压她一头。压人一头，那也得有本事才行。你谢玉梅一没本事，二没脑子，凭什么压人家一头？你可别忘了，那事这才走了几天。谢玉梅这一下连哭都哭不出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给我安安分分的待在房里读书写字，哪儿都不准去。姨娘，别叫我姨娘，我养不出你这么蠢的女儿来，成天半点成算没有，难怪被人算计。好好想想自己到底错在什么地方。少姨娘说罢，遥遥走出房间。谢玉渊，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斗得过你。谢玉渊舒舒服服泡了个澡，散着发刚倒在贵妃榻上，福寿堂绿柳居的消息便传到了他的耳朵里。更为难得的是，罗妈妈还带了另一个消息，谢二爷入京好歹是个京官。谢太太觉得租贷房子太丢份，于是咬咬牙又掏出些私房，再命少姨娘拿了点出来，又偷偷从宫中挪了1万两，让谢二爷在京城置办个房子。地契房契落在二爷名上，落在我爹名上，那就是二房的私产。如今府里还没有分家，太太这样做可真是厚此薄彼，大伯母要是知道了，怕会气死。罗妈妈深以为然的点点头。谢家3个儿子，撇开那个不着家的三爷不说，谢大爷、谢二爷都是太太肚子里生出来的，
太太平常明里暗里偏袒小儿子也就算了，连房产这么大的事情都要暗下里做点小把戏出来。这事儿做的无异于隐隐透出一个信号，这二房总有一天是少姨娘的天下。罗妈妈担心的正是她一直担心的，她捐了嫁妆，宫里又有人惦记着，谢家最近几年绝对不敢向她动手。但以后呢？以后这种事儿还真不好说。少姨娘进京，想必是要以正房太太自居的。等过了几年，京城那头不再响起，谢家100%会动手。京城和谢府隔着108000里，即使是横死、惨死，谢府对外也总有说辞。谢玉渊眉头紧锁，妈妈，把太太打算让父亲在京中置房的事儿透给大房。小姐，别怕，先照我说的去做，以后青草堂的前程，容我认认真真想一想。小姐，少姨娘来了，给我娘请过安了，已经在院子门口磕过3个头了，这会儿想见小姐一面。谢玉渊知道这女人必是为了谢玉梅的事情来的，把人请进来。罗妈妈则趁机走了出去。4小姐下午话说的不对，3小姐教训的是。这会儿那孩子已经在房间里反省了，3小姐别和她一般计较。谢玉渊一丝表情也无的点点头。姨娘这里有一副翡翠头面，3小姐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就收着玩吧。身后的贴身大丫鬟赶紧把头面放在了桌上。少姨娘客气了，我是姐姐，她是妹妹，我又怎么会和她计较呢？要真计较起来，姨娘以为送我这一套头面就够了吗？是，肯定不够。既然不够，还拿来做什么？打发叫花子吗？少姨娘气得银牙紧咬，心里骂道：小富养的坏胚，心眼比那筛子的眼儿还多。少姨娘赶紧给身后的丫鬟递一个眼色，丫鬟又将一副水头足、翠色浓的手镯递上。是姨娘没有教好那孩子，以后你这做姐姐的多管教，该打打，该骂骂，别和那孩子客气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就只能盛情难却了。姨娘是个体面人，做的也都是体面事儿。这入了京以后，可不能像4妹妹那样犯浑。嫡是嫡，庶是庶，要分得清。3小姐放心，这话里透露出2个信息。看在你这么大方的份上，你去京城我不会阻拦，但有一点，别太嚣张，别以正事自居，否则做的事情可就不体面了。少姨娘打的如意算盘，就是入了京后再重新体验一把当家奶奶的威风。这梦还刚坐上呢，就被泼了一盘冷水，心里掂量了几下，还是决定先忍下这口气再说。天高皇帝远，到了京城后，他的手也伸不了那么长。等人离开，小姐，你说到了京城，少姨娘分得清嫡庶吗？自然是分不清的。啊？那小姐说的那些话，岂不是白说了？丑话总是要说在前头的，以后就算有了扯皮，咱们在礼上也站得住脚。小姐，少姨娘送的礼，一会儿让罗妈妈收起来，瞧着还挺值钱的。正好最近穷。正好罗妈妈从外头进来，一听这话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明面上嫁妆小姐都捐了，但暗下的那些可都还留着呢，所以小姐不仅不穷，富得很呢。妈妈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已经成了，就不知道大伯母的手段厉害不厉害了。东路刘冠堂，欺人太甚，这家还没分呢，太太的胳膊肘就先往2房拐，他把咱们大房当什么啊？当什么？他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儿子？有没有大哥儿这个孙子？自家老娘偏心眼儿也不是1天2天，往常看着都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也就忍了。但置房子可不是什么小事，你怎么就不能好好读书，弄个功名回来，也让我抬头挺胸的当个官太太？这下好了，老二进京做官，把一双儿女带走，吃香的喝辣的不说，连给2哥儿请的教书先生都要高出一个头。你我也指望不上，但我儿子书读得这么好，要是因为输在了教书先生上，我明白了告诉你，咱们这房永无出头之日。
不行，我得让老二把儿子带着。不仅要让他们把咱们儿子带着，那经理的房子，少姨娘掏多少，咱们大房掏多少，一个子儿都不会少，但必须算宫中的。醍醐灌顶，谢大爷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女人，眼睛慢慢亮了起来。咱们手里还有私房钱吗？就是没有，砸锅卖铁都得出了这笔钱，大不了我回娘家再借点儿。大爷啊，咱们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呀。行，我那头还有1万两的私房，通通给你。大爷啊，儿子有出息比什么都强，咱们做父母的可不能拖他的后腿啊。谢家大爷不闹则已，一闹起来就闹了个翻天覆地。他闹的理由也很简单，自家老娘厚此薄彼，做的事情太难看，要么大房二房立刻就分家，要么一碗水端平。谢老爷原本还蒙在鼓里，一听自己女人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，老大还是从他肚皮里生出来的，传出去他谢老爷还怎么做人？谢太太压根儿没想自己悄摸摸做的事儿竟然会闹得人尽皆知，心里羞愧的同时又暗恨大媳妇儿把手伸得太长了。他见老爷真的动了怒，也不敢为自己辩解，只在一旁暗戳戳地抹眼泪。就按老大说的办，房子宫中出一部分，大房二房各出一部分。大哥跟着他二叔入京备考，老二这是你的亲侄子，就等于你半个儿子，你呀，给我好生教导着。谢二爷刚从外头喝了送别酒回来，原本还晕乎乎的，听亲爹这么一发火，才明白自己的娘和女人干了这么蠢的一件事情。是。应完又立刻朝大哥赔不是。开玩笑，京官看着威风，实际上多半是个清水衙门，油水少得可怜，而且在京中开销又大，他还指望着大哥那边多贴补些呢。一场闹剧终于落下，传到谢玉渊耳朵里时已经是翌日中午。谢玉渊听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大伯母真的是个过日子的好手，平常对男人不闻不问，喝花酒也好，纳小妾也好，都随男人的意，但关键时候绝不含糊。这不仅为亲儿子挣了个前程，也为大房拿回了尊严。隔天深夜，陈府书房烛火明亮，陈清燕捧了本书，半天没有翻动。贴身小厮阿九偷看了一眼，今儿个爷不对劲，看书就看书吧，也不见翻动，莫非是为了谢家二位公子要去京中读书的事儿？阿九，你说谢府两位少爷怎么样？大少爷聪明好学，二少爷风神朗秀，都挺好的。哟，风神朗秀这个词你也是的，行啊，阿九，有长进啊。爷，看不起人呐，那戏子的话本里不都这么说吗？那你说说看，谢府的4个小姐都怎么样？爷，你可别吓唬小的，这些个千金小姐哪里是我一个奴才看得到的？奴才我的眼睛只敢在自己兜里藏着，不敢拿到外面乱瞧。谢府的3小姐你可看清了？爷，我问你看清了没有？看清了，看清了，长得真好，还懂些医术，是个好的。比起别的几个，似乎有那么一股子味。什么味儿？偏你小年纪，不读书，不努力考取功名，竟然惦记起闺中小姐的味道来了。夫人若是知道了，铁定气死。阿九啊，小的在。陈清燕从太师椅里站起来，在青石砖上来回走了几圈，也不说话。爷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说出来，阿九一定帮爷办妥。行，那你晚上去谢府一趟，摸一摸3小姐住在哪个院子，走哪条路。爷，你是想让阿九？可阿九是正派人，做不出这没脸没皮的事儿。混账！爷难道不是正派人吗？再敢多说一个字，也让你滚蛋！去，现在就去！阿九苦哈哈地看了自家爷一眼后，退出了书房。第一场冬雪漫天漫地地落下来时，谢家为谢二爷和2个少爷举行了饯别宴。因为邀请的人很多，暖阁这么小的地方摆不下，只放了女眷的3桌人。谢玉渊原本想称病不出，但想着这么重要的日子，自己这个2房嫡女若不出席的话，
只怕让少姨娘那一房更得意。于是他难得的让如蓉、菊生好好打扮一番，盛装出席。阿宝打伞，谢玉渊走得不徐不急。刚过假山处，悉悉索索似有什么声音从耳边传来。主仆二人同时抖了个机灵，声音是从假山后面传出来的。大冷的天儿，居然有人处在这里说悄悄话。小姐，是二少爷。谢玉渊冷笑一声，掉头就走。两人一口气走出数步。那小骚蹄子是少姨娘房里的春花，比二少爷还大了2-3岁，看着老实本分，谁知道胆子真大。谢玉渊摇了摇头，真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少姨娘为了二少爷这个宝贝疙瘩，把房里所有侍候的丫鬟通通换成了小厮，结果却还是……由此看来，这二少爷的心思不在读书上，就算去了京城，请了再好的先生来，也不是中举的料。谢玉渊，一道声音从边上斜出来，数米之外，陈青燕笑容干净又爽朗。这货怎么来了？陈少爷找我？陈青燕一时间呆愣住了。短短数日不见，这丫头似乎比上一回见面更好看了点。三小姐，借一步说话。陈少爷请说。科普侧进了说，我耳朵挺好使的。三小姐不用那么戒备，我只是来谢谢那天的救命之恩的。贵妇已经谢过了。府上是府上的谢，我是我的谢。有什么区别吗？谢渊笑笑不作声。三小姐从哪里学的这样一手好针法的？在庄上跟土郎中学的。针法娴熟，看来是常帮人看病啊。我这种水平的还不够给人看病，偶尔给畜生扎几针。三小姐也不怕被畜生咬？怕有什么用吗？畜生嘛，恩将仇报的多。这话一出，一旁的阿宝和隐在大树后面的阿九同时打了个寒颤。小姐的胆子真大呀，陈少爷多半要被气死了。爷啊，人家都拐弯抹角的骂你了，你要不生气，阿九都不依。三小姐果然是个妙人，不仅手上会扎针，嘴上也会扎针呢。多谢夸奖，先走一步。说完，轻轻一扶，欲转身离开。陈青燕似未听到他的话，3步并作2步追了上去，伸手拦人。暗处的阿九一拍脑门：爷啊爷，你半路拉着人家姑娘闲扯也就罢了，这会儿竟然把人拦住，你这是大白天的耍流氓啊！耍流氓的陈青燕轻咳嗽一声：三小姐，还有事？我想问问三小姐，为什么要把家中全部捐了？陈少爷读书挺辛苦，挺忙的，这种小事就别记挂在心上了。告辞。陈青燕抱胸，含笑看着款款远行的谢三小姐。果真是个妙人呐。阿九从树后出来，耸拉脑袋：爷，人都走远了，咱们也走吧，酒席快开始了。陈青燕嘿嘿一笑，扬长而去。阿九的身体僵成一块石头。娘哎，他家少爷莫非受了刺激？为什么被谢三小姐白抢一顿，还这么兴高采烈？他脑子没坏掉吧？假山前又恢复了平静。片刻后，二少爷谢成林从山后边走出来。二少爷，咱们的事儿不会被……你去暖阁找一下大姐姐，就说是我说的。常家哥和那贱人在院子里遇到了，还挺亲热的，让大姐姐留个心眼。小姐，那个什么陈少爷忒不像话，哪有直直的盯着人家看的？呸！活脱脱像个登徒子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亏得小姐还救过他。富贵家的公子哥儿，见着有几分姿色的，都这种德行，不用理他。见着个标致的就盯着看，这人的人品也就这样，不是良配。就这样，大伯母和少姨娘还抢破了头呢，哪是他们眼瞎？阿宝在心里回了句，耳边远远听见鼓乐声。小姐，酒宴开始了，咱们快走。哪知谢玉渊一听这话，不仅没走快，反而是慢下了脚步。磨蹭着快到暖阁时，却见大姐姐谢玉清立在一棵梅树下，含笑看着她。大姐是在等我吗？怎么来的这样迟？路上被谁耽搁了？遇到了陈家少爷，说是谢谢我上次救他，聊了几句就耽搁了一会儿。原来如此。谢玉清笑眯眯道：
救命之恩，的的确确要当面道谢。什么救命之恩？只是瞎猫碰上死老鼠罢了。大姐，我们进去吧，外头怪冷的。刚刚有个叫春花的丫鬟跟到我跟前儿，说了些我都听不懂的话。三妹妹要小心啊，这府里人多嘴杂，咱们女儿家的闺名顶顶重要。谢谢大姐姐。谢什么？咱们是姐妹，总不能被个丫鬟给挑拨了去。谢玉清说罢，袅袅婷婷地转身走进暖阁。谢玉渊看着她俏丽动人的背影，勾了勾唇，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自己前头送了大姐手镯，这会儿大姐有心提醒她，看来是好还是有用的。小姐，春花没这个胆量，一定是二少爷的主意，要不要让罗妈妈？不必动手，难得二哥哥读书这么辛苦，心里有个惦记的人也挺好。阿宝心道，什么挺好？只怕二少爷心里想着那个小贱人，连书都读不进去吧。似想到了什么，阿宝骤然瞪大了眼睛。谢玉渊见他明白，轻笑了一声，转身走到了暖阁。冬梅匆匆跑过来，太太，三爷回来了。谢府众人几乎都忘了府里还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三爷存在。谢玉渊唇边浮上一抹薄凉的笑，上辈子的时光在眼前如光影般回溯，在他一下子由高高在上的谢家嫡三小姐变成了名声尽毁的贱人时，有一天深夜，谢玉渊，你想不想跟我走？你是谁？我是你三叔。这谢府除了门口子那一堆实实在干干净净的，别的都他妈脏。三叔，我这样不贞不洁的人还能走到哪里去？谢玉渊，这府里都是吃人的恶魔，你可想好了？三叔，我走了，娘呢？谢一为闪过一抹痛意，他是个落魄书生，能带走一个谢玉渊已经是极限，再加一个高氏。谢玉渊，小心你们二房所有的人。便消失在夜色里。三爷回来了，三爷来给太太请安了。儿子给太太请安。谢太太一看到这个数字，眼里的嫌恶遮都遮不住。免了，你这趟回来是做什么？要银子。要多少？1000两。你父亲怎么说？父亲让我问太太要。最近府里出相多，你二哥明儿又要进京，还要在京中置房置地，账上银子周转不过来。谢管家。太太，您说。给三爷支10两银子。太太这是打发叫花子呢。谢管家，支100两银子给三爷。是。谢一为额角的青筋瞬间爆出来。三爷，走吧，100两银子省着些花，那可是普通人家好几年的交头。谢一达用力地闭上了眼睛，他甩袖而出。你们瞧瞧，你们瞧瞧，一点子规矩都没有，到底是妓女落下的种。哎呦，太太何必跟这种人计较？每次回府除了要点银子，还能干什么？快20的人了，连个正经的事儿都没有，废物一个，整天棉花素柳，谢家的脸都被丢光了。太太呀，您倒是管管呀。就是，咱们谢家在扬州府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，出了这么个孽障，没脸的是谢家。唉，又不是我肚子里生出来的，这孩子连他老子的话都听不进去，还能听我的？随他去吧。谢玉渊想着那夜，慢悠悠地站起来。祖母，我肚子有些不舒服，失礼片刻。去吧去吧。谢玉渊给阿宝递了个眼色后，匆匆追了出去。追出一段距离，他轻轻唤了声：三叔。你是哪个房里的？三叔，我是阿渊。阿渊，你叫住我干什么？谢三爷，这100两银子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？小的今天一堆的事儿，可没工夫在这里等你。主子说话也有你一个下人插嘴的份儿。谢管家，若换了别人，我今儿个非掌嘴不可。谢管家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抢白过？就是老爷太太都对他客客气气，脸一下子长得通红。给我离远点儿，我有话要和三叔说。都说打狗还得看主人，三小姐这样不知轻重地骂他，谢管家目光微微闪动，然后城府很深地笑了一下。是，三小姐。你这丫头胆子倒是不小，你可知道她是什么人吗？三叔，
他是什么人我懒得管，但你是我三叔，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，三叔不打算给侄女什么见面礼吗？谢玉为尴尬的想找个地洞钻下去，自己最近穷得叮当响，全身上下摸不出半两碎银子来，哪儿还有什么钱买见面礼？三叔没给侄女准备见面礼，侄女却是给三叔备下了。阿宝，快去青草堂拿。拿什么？现在的丫鬟做事都不用脑子，在罗妈妈的夹子里拿5张过来，快去。哦，阿宝嘴里虽然这样答着，但还是一脸的懵。不明白你问罗妈妈就行。三叔，要不去我的青草堂坐坐？谢一维的身子一下子僵住了，他已经1个月没有沐浴了，身上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心里很清楚。这丫头不仅没有嫌弃，还和他颇为亲近，他难道不知道自己是谢家10恶不赦的逆子吗？三叔，青草堂里还有小厨房，我让丫鬟给你做点好吃的。谢玉渊一边说一边硬拉着他走。对了，三叔还没和我娘见过吧？我娘有点疯傻，但心是好的，见了三叔说不定还能认出来。我娘若是认出你，嘴角必会是笑着的。在谢府能让我娘笑的人都是好人。三叔，你这是几天没洗澡了？怎么身上一股子味道？要不我让丫鬟给你备个汤水洗洗啊？少女的碎碎念像一束光照进了谢玉为的心底，这些年的落魄、怨恨、难堪、桀骜不驯一下子被光照没了。另一边，谢管家重新折回暖阁，正好见邵姨娘从里面走出来，忙给了她一个眼神。邵姨娘会意走到被人处。谢管家，什么事？惠姨娘，三爷被三小姐拉进青草堂了。那银子呢？暂时没拿。那丫头想干什么？小的也是丈二头上摸不着头脑啊。哼，这叫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都是扶不上台面的阿斗，也难怪会凑到一起。太太那边，姨娘会知一声。放心吧。扭身走到暖阁，同时一叠银票落在谢一维的手上。三叔，你跑回来要银子，一定是遇到了难处，这些先拿去用吧。你哪来的银子？捐了的是我娘的嫁妆，这是我娘的私房钱，别声张，免得被人惦记着。谢一维深深看了他一眼，把银票往怀里一塞，连声谢都没有，扭头就走。三叔，吃了饭再走吧。谢一维脚步顿了顿，像是没听到这一句，又匆匆地离开了。小姐，这三爷可是烂泥扶不上墙的，小姐好好的，怎么就想亲近他了？这钱多半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了。再烂的泥，只要内里是好的，扶不上墙又怎样？总比那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人好。他亲近他不为别的，只为那一夜他偷偷潜进青草堂对他说的那一句话。重活这一世，仇要报，恩要还，即便到头来还是那个结局，他也得问心无愧地离开。气鼓子敲了半天，落日时分才算消停。谢玉渊拍拍自己笑得僵硬的脸，泡在热热的水中。罗妈妈悄悄进来：小姐，秋芬来了。秋芬？秋芬和青芽一道在娘跟前侍候，这2个丫鬟稳重心细，没什么事情从来不离开娘跟前半步。秋芬，你找我什么事？二奶奶说三爷是个命苦的人，小姐能帮则帮。谢玉渊顿时心中生疑，娘进谢府，就连捐嫁妆这么大的事儿都只是点点头，没有言语半声。这会儿竟然为了一个人人嫌弃的三爷开口，真是件怪事。罗妈妈却如醍醐灌顶一般：奴婢想起来了，当初二奶奶离开谢家，整个府里没有一个人来送，是三爷把二奶奶送出了扬州城，为此啊还被老爷打了一顿。秋芬，你去和娘说，我会的。是，小姐。娘看人是不会错的，只是我不明白，三叔借这么多银子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如果我没有听错，他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回府了。小姐，要不要奴婢派人去打听一下？算了，别去打听了，让三叔知道了，倒显得咱们对他有所图似的。这边谢玉渊主仆2人在商量打听谢三爷，那头的陈府蒋氏也在向儿子打听谢家的事情。
陈清燕把在谢家的所见所闻说了个遍。儿子，谢家2个哥儿都去京城读书了，你想不想去？你若想去，我让你外祖家。娘，读书哪里都一样，我才不要离开你们呢。你这孩子，行了，去吧，让底下人好生侍候着。陈清燕朝母亲行了个礼，转身离开。夫人啊，谢三小姐那头怕是不成了。何止是不成了，简直就是凉凉。永安侯府可有消息过来？还没有，奴婢估摸侯府这会儿也顾不上了。这好好的宫里内卫派什么安王来，搅得江南翻天覆地不说，连侯府都不得安生。永安侯府和平王一向交好，自家男人能得了这么一个肥差，也是平王在暗中使了一把劲儿。当今天子并未立太子，平王的生母虽然已经齁了，但到底是天子的结发夫妻，平王居长居嫡，是大魏最有力的争夺者。这安王也配和平王比？他也不撒泡尿看看？夫人，看看什么？不对，不对，那安王的生母不过是个异族的公主，连带着整个族群都是被灭光的，皇上怎么可能扶她上位？皇上千秋正盛，平王在朝中又渐渐得势，父强子强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将士深以为然的点点头。所以皇上派了安王来江南，目的就是为了敲打儿子，顺便告诉他，老子能活的时间长着呢，你别动那些不该动的念头，给老子老实点儿。从今儿个起，把哥儿拘在府里读书，哪里都不要去，给我安安分分的过了这个年再说。是，夫人。侯府那头，夫人要不要再去个信？不用，我能想明白的事情，父亲他们也能想明白。谢府那头，咱们且先不动声色地看着。翌日，连飘了2天的小雪终于停下来，谢府送走了二爷，顿时清静无比。谢玉渊的生活开始变得有规律起来，上午跟着谭先生学习，下午在房里看医书，无事不肯多走出青草堂一步，把自己活成个隐形人。冬至来临前，谢玉渊终于啃完那本新修本草，感觉医术又精进了不少，只是苦于没有实践对象，总觉得自己是纸上谈兵。就在这时，谢三爷找上门来：“三叔来了，快坐。”阿元，你明儿个有没有空？可不可以随我出府一趟？谢玉渊看着他单薄的冬衣，那些银子给了三叔，三叔连件像样的冬袍都买不起吗？哎呀，你别管这个了，你就说吧，跟不跟我走？我倒是想跟你走，府里同意吗？跟三叔出趟门，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？我立刻就去福寿堂说。你等着。哎，三叔，你且告诉我有什么事，总不能让我不明不白的跟着你走。万一三叔把我卖了，我找谁哭去？有做亲叔叔的把自己侄女卖掉的吗？我有个老师病了，听说你懂点医理，哎呀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感情这位主不仅行事怪异，而且有点没心没肺。什么叫死马当活马医？他的医术有这么不好吗？谢玉渊强忍着心头的不满，用力点了下头。谢玉为开心的一跳3尺高，甩甩袖子，连个招呼都不打便走了，只把罗妈妈看得一愣一愣的。这三爷忒没礼貌了，连声谢都不说。妈妈，小姐有什么吩咐？照着三叔的身材，替他做几件过冬的棉袍吧，穿成那样怪寒酸的。哎，可不是寒酸嘛，好歹也是个爷呢。约摸过了一盏茶，有小丫鬟来回话说太太有请。谢玉渊带着阿宝、如蓉2个丫鬟去了福寿堂。谢太太看了眼下手的谢玉渊，又看了眼立在一旁的谢老三。老三说，明儿想带你出去转转，按理说闺中的小姐该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不过瞧着老三的意思是非要去，你们叔侄俩早去早回，别在外头丢人现眼。是，都去吧。一出院子，谢三爷愤愤地骂了一句：老妖婆。三叔也不怕被人听见，再到祖母跟前告你一状。怕什么？反正按在我头上的官司多得数不过来，不差这一桩。明儿个一早，我在府门口等你。三叔且等一下，你最好和我说下你的老师是什么症状，我也好
趁着晚上翻看几眼医书，让罗妈妈备些草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谢一为眼角剧烈地跳动了几下，余光扫过谢玉渊，他笑起来，眼睛动得比嘴角多一些，像是清泉流过，双唇褪尽，透出一股矫健纯粹的天真意味。我老师是发热咳嗽，吃了药也不见好，如今越发的肿了，睡一阵醒一阵。这个症状怕是伤寒，若是年轻气壮的，几副药也就好了。唉，若是年幼年迈的，拖久了那可是要命的。哎呀，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，医不好我也不会怪你的。哎，我先走了。翌日一早，谢玉渊什么人都没带，就带了一个罗妈妈出府。罗妈妈懂些药理，又见多识广，有她在身边，心里也能更稳当些。一出谢府，就看到马车停在门口，谢玉渊和罗妈妈吓了一大跳，竟是三爷亲自赶车。谢一为朝着两人挤了个眼色，示意赶紧上车。刚坐稳，马车便疾驰起来，一路往北。